给大家好，我是 Aceson 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第六名的午夜打了一场机场比赛。对，那这次这个午夜又是我们的老对手，就是好像以前的素材100多集之前的素材，到现在已经遇过他很多次，就是竞技场常出现的一个对手啊。那这个对手也是几天前有在影片里面出现过的一个对手，就是有一部我估计下一次合作的一部影片嘛，那他也是有出现过的。那这次就来看一下我有怎么再次跟他打了一场比赛。对，那另外就是这次还会展示一下，因为这个是算是新素材里面比较前段的一个这一场比赛嘛。那我这部它会展示是什么给我们看，就是它会展示加强后的那个 Timekeeper 衣服，就是之前说过嘛 ，Timekeeper 衣服就是它的强化的内容，就是把那个 CD 减短，就是现在可以很快就开到。那这次它就会展示一次那个快是到底有多快。那这个快，而且这个快是怎么让我意识到这个盔甲原来已经更新了。对，就是有多厉害，总结来说就是对。那这次就会看一下这个午夜的比赛跟这个 Timekeeper 衣服到底有多厉害。OK， 那已经来到这个第一回合的尾声了。那很明显就两边都4格，所以的话会比较难抓一点。就是以前如果是打这个5个玩家的话，对面会抓到的几率大概是80%到那个90%吧。哎呦，他这边为什么会突然好像没事了回来？是因为这个游戏有一个 bug 吧，就是如果你的装备被打下来那一刻，刚好你开了那件反装，就是刚才是9尾头嘛，那你的状态直接恢复成一般状态，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你的头盔因为掉了下来，所以他的头盔还是没有开到，所以就是一个无消耗的一个恢复状态。对，那刚才说到就是如果抓这个5格玩家的话，他的被我超程抓到的几率大概是落在这个80%到90%吧。那如果打这个4个玩家的话，可能就50%到60%，而且那个黑毛会有很大距离掉下来。那但是我们也是跟以前一样，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尽量用这个重低打法，那或者是尽量习惯一下那个高失败率的那个超程的打法。那虽然这么说啊，那其实重低打法对于午夜来说也是十分之吃力的，所以的话这局会比较劣势一点。那但是我们也是要尽量打这场比赛。对，这边抓到的话应该是直接可惜那哎呦，看到吧，左上角113秒左右，就是可以开这个 Timekeeper。以前是肯定没有那么快，而且我的9尾头竟然还差1个单位。对，所以就是那个 Timekeeper 衣服就是那么夸张，然后我应该直接死了。OK， 所以就是这个那么夸张的那个 CD 减少效果，导致我开始对这个 Timekeeper 衣服有一点留意在，就是让我注意到，原来这件衣服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加强，而且啊，这个加强也像应该一两个礼拜之前嘛说过，这个加强也是大大的影响了整个游戏的生态啊，那时候的话是十分之夸张啊。OK， 那来到第3回合啊。那第3回合也是先前期啊，尽量抓他。虽然午夜是比较难抓一点，但我们还是要在前期多削他多一点血，不然到后期的话是有点麻烦。因为现在是 Timekeeper 衣服 meta 嘛，那是会有点麻烦的。OK， 那我们接下去那边吧。其实在这里我意识到之后，其实我也在想要不要，其实我也开始多用一点 Timekeeper 衣服。但可惜的是，我的 Timekeeper 虽然是有装到在我的英雄身上，就是其实我有加这个 CD， 但其实也不算高。我觉得 Timekeeper 衣服的话，应该是这边，哎呦，可以，这个他抓到我觉得是应该是需要加到200到210左右，才会有一个最高的 CD 啊，不然的话就那个 CD 会比较慢一点。那我记得我的 Timekeeper 衣服好像在这个时候才加这个190左右，所以的话其实就没有他用的那么快，是正常的。我这边直接打下去吧。
OK， 这边呢，其实如果是平时的话，我会选择接黑毛，当然网络状态不允许我这么做，因为很大就会掉下来。OK， 这边，哎，可惜，抓住，那看能不能，哎 ，OK， 骗了他那个装备。那刚才也是我把那个距离拉开的原因啦，因为就是怕他有什么奇怪的装备。哎，这边可惜，那我们没怕，我们还有头盔。OK， 先用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其实最好的做法是等一下 SD 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技能都交出去了。哎，可惜，对这个哎，但我们先别换英雄，因为我们还有半球 SD 做最后的防御手段。半球 SD， 哎，可以啊，不错。那这边呢，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有技能是可以倒地使用，就是刚才那个状况，你其实就不用那么快换这个防御英雄，因为我们的血量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做多一点不同的那个转换英雄的那个操作，所以的话，我们刚才那边就要忍耐一下，不然的话就应该就输了。OK， 那来到第4回合，那第4回合的话，我们也是前期先打多一点血啊。那这边的话，其实在这一部影片开始，我就意识到一点，就是之前所说过怎么康塔这个魔弹。那这部影片开始之后，开始慢慢的掌握到怎么用另外的英雄来康塔这个魔弹。那有机会在后面会慢慢展示出来。在这边的 SD 好了，可惜抓不到。那这边应该用头盔试一下，看能不能骗到。哦，可以骗到。那 B 的头盔。可以啊，那头盔换头盔是十分之理想啊。哎，有没有那么快，兄弟？你看左上角113秒、114秒，太夸张了。然后他的那个人员披风又好，所以的话，为什么我真的觉得一开始是觉得这个盔甲那么的夸张，这个原因，太快，实在是太快了。但无所谓啊，我们到后面那个素材。就慢慢习惯了这一点，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是刚开季，那但是我还没习惯。但是我们其实还有资本跟他，哎呦，那现在应该是对 SD。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有时候就不用那么快换英雄，我们就看准一点，能不能用一些办法来把对面的攻击反掉。OK， 那这边来到第5回合，那也是试一下。前期先削到多点血吧，现在看这所说。那祈求当有一些什么黑马 combo 的时候，那个对面的网络不要突然的坏掉，那就可以把黑马接起来了。OK， 哎，这边打到，那这边把它用魔导连起来。哎，可以，哎，这边的换忍者，那应该是开打的输出了。OK， 接黑马 combo。OK， 这个网络又爆炸了。但是没差，我们再试一下，再给他一套。虽然没有刚才那个忍者吃那个伤那么高，但还是有一点输出在的。OK， 那这边的话，我的 SD 好了，那试一下用 SD 抓住他了，或者用个盔甲。OK SD， 那我们小心点啊，显然他的那个 OK， 那他没有换什么其他英雄。可惜，完蛋。这边让他抓到这只的话，可以，他给我机会，把我直接打下去。那我们小心一点啊，我们把那个头盔抓紧，因为他的 Timekeeper 衣服又随时能开了，因为现在左下角100秒，那他的 Timekeeper 衣服跟这个人员披风已经好了，这个也是这个对手常用的一个打法。那所以的话，我们就小心点。OK， 他的头盔开了，那我们还有披风。他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我有那个冰披风，所以他没有打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意向的心理来骗到对面放过我们一次。在这边用头盔，失手，完蛋，那个死了。那记得订阅这些。